朱利安·科普克是一位哺乳动物学家，他是兰萨508航班失事的唯一幸存者，在3000米的高空坠落中幸存下来，并独自在亚马逊雨林中生存了11天。1971年平安夜，科普克和母亲乘坐兰萨508航班飞往德国，途中飞机被闪电击中，并开始在半空中解体，坠入秘鲁的热带雨林。事故造成91人死亡。当科普克醒来时，发现自己仍然被绑在座位上。他是这次飞行中唯一的幸存者，因为植被茂密，救援飞机在搜救他的过程中无法定位。科普克决定自救。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生物学家，受父母的影响，科普克从小就学会了丛林生存技巧。他处理了严重的昆虫叮咬，尽管锁骨骨折、右臂有很深的伤口、眼睛受伤和脑震荡的情况下，他还是能够在茂密的亚马逊丛林中跋涉11天。最终，当地渔民找到了他，并对他进行了急救。科普克协助搜查队找到了坠机地点，并找回了遇难者的尸体。后来他搬回德国后完全康复。和他的父母一样，科普克同样获得了生物学学位。温塞斯·劳莫格尔身中8枪，并在头部中枪后存活了下来。他是墨西哥革命中的一名反叛军，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庞丘维拉被打败后，反叛军受到了当地军队的严厉惩罚。莫格尔未经审判就被判处死刑。在1915年3月18日执行死刑当天，士兵们朝他身体射了8枪，最后由执行官近距离对头部补枪，以确保死亡。在看到子弹打穿他的脑袋后，行刑队离开了现场。莫格尔爬到3个街区外的教堂，一名教会成员发现了他，并将他带回家，直到他康复。这次事件造成他身体多器官受损，并且永久毁容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活到了85岁，并于1937年7月16日出现在美国信不信由你电台节目中，向观众展现自己的经历。罗伊莎·利文是一名公园的护林员，他7次被闪电击中，但全部幸免于难。为此，他荣获人类避雷针的绰号，也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被闪电击中次数最多的人。第一次雷击发生在1942年，他躲在火警瞭望塔中躲避雷暴，闪电击中了他右腿的脚趾。1969年，他在卡车上行驶时再次被击中，这一次沙利文被烧掉了眉毛和睫毛。1970年7月，沙利文在自家前院，闪电击中附近的电源变压器，反弹到他的左肩。1972年，沙利文在工作时又一次被击中。1973年，在巡逻时被击中。1976年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跑过闪电。1977年，沙利文在钓鱼时再次被击中，闪电烧伤了他的胸部和腹部。7次雷击经历没有要了沙利文的性命，却在1983年9月28日饮弹自尽，享年71岁。音乐教授弗朗诺·塞拉克是克罗地亚最著名的人之一，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却又奇迹般的死里逃生。为什么他被称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不幸者？1962年1月，当时他乘坐火车穿过峡谷，火车脱轨并坠入河中，车上17名乘客溺水身亡，塞拉克手臂骨折和轻微擦伤。第2年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飞机。在飞机坠毁前，塞拉克被甩了出去，而他掉在干草堆上，奇迹生还。3年后的1966年，他乘坐的一辆公共汽车冲出马路，掉进河里，淹死了4名乘客。塞拉克游到岸边，身上有几处割伤和淤伤。1970年，他的车在驾驶时着火了，他在油箱爆炸之前逃了出来。3年后，正在行驶的途中，他的汽车再次着火，除了头发被烧焦外，塞拉克安然无恙。1995年，他在萨格勒布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，但只受了轻伤。1996年，他在山坡上与一辆联合国卡车迎头相撞，冲向护栏，他抓住了悬崖上的一个树枝，活了下来。在他73岁生日，塞拉克赢得了111万美元的彩票。在他中奖的时候，也是他第5次结婚。从飞机、汽车到铁路，塞拉克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交通事故。2016年11月30日，
塞拉克去世，享年87岁。